喺大跌市嘅時候，好多投資者啦都會選擇將錢投資喺一啲傳統嘅收息股票。咁當中一啲本地嘅公用股啦，就係一啲傳統嘅避險工具。因為相比起增長型嘅股票嚟講咧，公用股票嘅業務需求啦都比較穩定啊，咁令到佢哋嘅股價咧嘅抗跌能力都比較強嘅。咁就例如一啲電力水務嘅公司啦、交通運輸企業等等，咁就因為呢一啲公司提供嘅都係一啲必須嘅服務或者產品，咁所以啦佢哋嘅收入啦就唔會太受經濟週期而有太大嘅影響嘅。不過，如果大家有留意開近年呢一啲香港上市嘅公用股票咧，咁都可以見到佢哋嘅跌幅啦都非常之大嘅。而部分嘅公用股啦，甚至比起一啲增長型嘅股票啦，係跌得更加之多添嘅。咁啊，違背咗以往公用股票應該要有嘅抗跌能力啊。咁究竟點解呢一輪嘅公用股票跌得咁慘呢？咁今日啦，就想同大家去分享當中嘅原因，同埋我對呢一啲防守型公用股票嘅最新睇法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咁一般公用股票嘅定義啦，都係一啲電力同埋煤氣相關嘅股票。不過普遍嘅投資者啦，都會將交通運輸、一啲房託基金同埋一啲電信嘅股票啦，都定義為公用股票嘅類別。根據頭先所講到嘅公用股票板塊，咁我都抽咗啲比較普及嘅股票去簡單分析佢哋近期嘅表現嘅。我可以見到喺咁多公用股票入邊，電力同埋煤氣股嘅跌幅啦係最顯著嘅。咁就例如2號仔中電啊，年初至今嘅跌幅就錄得超過25%嘅，而中華煤氣嘅跌幅啦就仲誇張嘅，錄得超過40% 嘅跌幅，咁比起恒生指數啦仲跌得多嘅。咁唯獨係一啲電信嘅股票板塊就發揮到公用股喺跌市之下嘅抗跌效果。咁就例如941中移動，由年初至今嘅股價啦就有大約7% 嘅升幅。咁另一隻嘅電信股票8號仔電信盈科，咁雖然啦就受到 Mirror 演唱會嘅意外啦，都影響咗近期股價嘅表現嘅。不過相對比起恒生指數嘅跌幅，依然啦係叫做跑贏大市嘅。咁你會問啦，咁究竟點解呢一啲公用股啦喺呢段跌市入邊唔能夠發揮好似以往跌市嘅抗跌能力呢？甚至啦係比起大市咧錄得更加大嘅跌幅呢？第一，受俄烏戰爭嘅影響，令到資源價格過去呢一年大幅上升，咁都令到呢一啲水電煤嘅公用企業面臨成本大幅上升嘅壓力啊。咁啊，呢一個啦都令到呢一啲公司嘅盈利啦係受壓嘅，係引致公司業績轉差嘅致命傷啊。咁雖然水電煤啦都係一啲必需品啊，唔會因為經濟差而令到需求明顯減少嘅。不過因為資源價格嘅成本太高啦，咁就算需求啦係冇減少都好咧，公司嘅盈利啦都因為成本上升而受到衝擊。咁亦解釋到點解呢一啲公用股啦喺呢一次跌市入邊發揮唔到防守嘅作用。第二，被視為接近零風險，由美國政府發行嘅美國政府債券，有部分短期嘅債券啦，已經係有接近甚至係超過4厘嘅回報噶啦。咁呢一個嘅回報率啦，基本上係非常接近一啲傳統公用股早前嘅股息率嘅。咁變相咧係令到公用股票嘅吸引力咧係大大減低啊。咁近年因為美國嘅通脹加劇，都迫使聯儲局加息，去到嘗試令通脹降溫嘅。而經過一輪嘅加息之後，咁都令到美國嘅國債啦嘅回報已經係變得越來越吸引嘅啦。咁就例如以2年期嘅美國國債為例啦，咁佢嘅回報啦已經係有超過4厘咁多噶啦。咁以投資者嘅角度嚟講啦，既然國債呢一啲無風險嘅投資都可以俾到佢哋4厘嘅回報啦，咁點解仲要去買一啲相對高風險嘅公用股票呢？咁就因為美國國債現時嘅高利率，投資者啦需要係重新評估呢一啲股票嘅估值。咁所以最近啦呢一啲公用股嘅股價都面臨好大嘅回調壓力嘅。最後第三，引致公用股下跌嘅原因係因為近年美元持續走強，咁令到其他貨幣啦係面臨貶值嘅壓力嘅。
而因為好多香港上市嘅公用股都有投資喺一啲海外嘅市場嘅，咁所以啦都面臨一個匯率嘅虧損嘅。咁就例如以中電嚟講，佢哋啦喺澳洲啦都有一啲能源嘅業務啊，而領展房託亦都有投資喺一啲海外嘅地產項目嘅。而因為香港上市嘅企業都會以港幣計算佢哋嘅業績數據，咁所以啦海外貨幣貶值都令到佢哋喺海外嘅業務啦嘅收入係打咗個折扣嘅。咁就算業務上可以保持過往嘅盈利能力，匯率嘅貶值啦對公司亦帶嚟負面嘅影響啊。好，咁都簡單分析咗公用股下跌嘅3大原因啦。咁你又會問啦，既然呢一啲公用股已經係回調咗咁多，係唔係一個趁低吸納嘅好時機呢？定係仲有進一步下跌嘅空間呢？坦白講，根據目前嘅投資環境，現階段啦並唔係投資喺公用股嘅時候啊。咁特別係一啲水電煤嘅企業就更加要避免啦。咁正如頭先都提及到，喺加息嘅環境底下，美國國債嘅收益率啦係持續上升啊，咁都變相令到公用股嘅吸引力係大大減低。所以除非開始見到美國嘅聯儲局開始係減慢個加息步伐啦，否則現階段啦並唔太適宜投資喺一啲4至5厘嘅公用股票身上嘅。相反，可以見到一啲相對高息嘅電信股票就明顯跑贏大市啦。一來佢哋喺海外嘅業務就相對冇其他公用股咁多；二來啦就因為呢一啲公司嘅股息率都比較高，咁所以啦佢哋嘅吸引力就比起低股息率嘅呢個公用股係高嘅。咁都可以見到現時嘅投資環境依然啦係有利高股息率嘅股票㗎。咁所以假如大家啦係想投資喺一啲高股息嘅股票嘅話咧，亦可以不妨考慮一啲高股息率嘅 ETF， 將資金啦係分散投資喺一籃子嘅高息股票。咁就例如以 Global X 發行嘅2隻高股息率 ETF 會係唔錯嘅選擇嘅，分別係 Global X 恒生高股息率 ETF 3110，一隻專注投資喺50隻喺香港上市最高股息率嘅股票組合，同埋 Global X 亞太高股息率 ETF 3116啊，投資喺亞太區上市最高股息率嘅40隻股票組合。不過就因為依家個市況都非常之波動，咁所以現階段用一個月供嘅方式，每個月定期買入呢一啲高股息率嘅 ETF， 以一個長線嘅角度去投資啦，會係相對比較安全嘅做法。咁目前啦都可以見到3110呢一隻集中投資喺香港上市嘅高息股票，同埋3116呢一隻集中投資喺亞太區高股息嘅股票，最低嘅投資門檻啦都唔需要2500蚊港紙啦就可以入場。咁所以就算資金唔多嘅投資者啦都可以參與嘅。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頭先提及嘅高股息 ETF 嘅話咧，我之前啦都有整過2條嘅影片去到分析呢2隻嘅 ETF， 咁有興趣啦都可以撳落右上角嘅感嘆號去到收睇翻嘅。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嘅。咁最後啦，如果大家係想支持我嘅創作，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咁都歡迎啦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咁詳細嘅資料啦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